尿毒症早期有没有先兆？医生提醒，若有这3种表现，应该早检查。根据流行病学数据调查，我国成年人慢性肾病的患病率已经达到 10.8%， 其中慢性肾衰竭的病人约有100万，慢性肾衰竭的终末期便是尿毒症。在我国，尿毒症的患者是一个庞大的群体，在这些患者中便有我们今天的主角小仙。今年是小仙确诊为尿毒症的第4年，年仅26岁的他却要1周去医院透析3次，两边的手臂上已满是透析扎针留下的淤点。躺在病床上透析，小仙无法忘记4年前的点点滴滴。4年前，小仙身体不适，在朋友的介绍下开始服用一些中药偏方，服药前也没有咨询相关医生，都是自己熬煎后服用。在服用草药1个月后，小仙之前的症状有所好转，但是身体出现了别的问题。小仙发现自己尿量开始减少，但是自己平时饮水并没有减少，随后出现食欲下降，还时常感到疲倦。看到自己原来的病有好转，这些新的症状小仙就没放在心上，于是继续服药草药。万万没想到，这是自己噩梦的开始。在继续吃草药1周后，小仙脸部开始水肿，随后小腿、脚背也开始水肿，尿量变得越来越少。除此之外，逐渐感到头晕、恶心、干呕。意识到情况不对劲的家人立即把小仙送到了医院。来到医院后，医生抽血检查，发现血液里的肌酐，把医生都震惊到了。血肌酐值达到了3000阿摩每 l， 正常人的肌酐在44到133微米 o/l。肌酐是我们肌肉代谢产生的一种物质，在肌肉中产生后进入血液，然后运送到肾脏排出。如果肌酐太高，说明我们肾功能出现了问题。看到检查结果后，医生立即给小仙安排了血液透析。在之后的病理检查中，发现肾小管弥漫性坏死。在询问后，得小仙在家自行服用中药1个多月，医生便给小仙诊断为急性肾衰竭。医生便给小仙及其家人解释道，很多中药里面含有马兜铃酸，这是一种对肾脏具有毒性的物质。令人惋惜的是，在1个月后，小仙肾脏进展到了不可逆的肾功能衰竭期，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尿毒症。听到自己得了尿毒症，小仙眼角的泪珠逐渐汇集，流过他那苍白的脸颊，而那眼泪里满是对自己无知的懊悔，对未来的无助和对父母的愧疚。心里想到，要是一开始就来医院，或许就不是这个结果了。随后的日子里，小仙便开始了自己漫长的透析之路。然而小仙并没有放弃自己，努力的生活着，并靠着自己的力量攒钱，等待合适的肾源，希望有一天能够肾移植，过回普通人的生活。小仙的经历可能和很多其他患有尿毒症的人相似，因为未能及时发现，以至于耽误了病情。肾衰竭起病比较隐匿，由于前期症状较轻，不典型，很容易被忽视，从而错过最佳治疗时间，进入到不可逆阶段尿毒症期。大家可能都知道尿毒症，但很多人也只是一知半解。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尿毒症，对尿毒症有一个深入的了解，以便在生活中起到预防的作用。1、认识肾脏。在介绍尿毒症之前，我们先来简单了解一下肾脏的主要结构和功能，以便于我们更好的理解尿毒症。肾脏中最重要的结构之一是肾小球，肾小球有2条血管，一条叫入球小动脉，另一条叫出球小动脉。还有一个重要的结构，便是肾小管，肾小管连接着肾小球的球囊腔。了解了这2个重要结构，我们来说说尿液是如何形成的。首先，动脉血流入肾动脉，然后流到入球小动脉，进入肾小球。进入肾小球的血液被过滤出来，便形成了初始尿液。初始尿液一昼夜滤出的总量可以达到180到200升。初始尿液形成后，便流入肾小管，在肾小管初始尿液被重新吸收。吸收完成后，余下的便是最终尿液，汇集后经输尿管、膀胱、尿道排出体外。正常成年人一天排出的尿液在2升左右。可以这么说，肾脏就是一个庞大的过滤器，它可以排出人体中代谢产生的有毒物质。尿毒症就是因为这个结构的功能丧失，造成体内产生的有毒物质排不出，从引起各种症状。其实本质上就是体内代谢物质排不出引起的中毒症状。有了这些知识做铺垫以后，
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说一说尿毒症的发生了。二、尿毒症的发生。其实，尿毒症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疾病，它是一种多个肾脏问题交织在一起而形成的综合性问题。通常人们所说的尿毒症是慢性肾衰进入终末期的结果，此时肾脏的滤过功能丧失，肾小球坏死。所以说，尿毒症是各种肾病发展引起肾小球和或肾小管坏死，造成肾脏滤过功能丧失，引起体内毒性物质蓄积，造成身体损伤的综合表现。既然尿毒症是发展到终末期的结果，那么有哪些因素或者疾病进展为尿毒症呢？一、高血压。似乎很多疾病都能够和高血压联系上，尿毒症也不例外。这是因为高血压能够影响动脉的结构，只要有动脉的地方，在长期高血压的作用下，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影响。长期高血压下，入球小动脉发生玻璃样变，使得血管壁变厚，血管腔直径变小，引起肾小球缺血，肾小球和肾小管发生纤维化，逐渐功能丧失。这是一个渐变的过程，早期没有什么表现，如果高血压不受控制，这些受损的肾单位会越来越多，直到无法满足身体过滤需要，才会有一些体征表现出来，如水肿，继续进展，最终的结果便是尿毒症。二、糖尿病。糖尿病和高血压一样，同样会造成肾脏损伤，医学上叫做糖尿病肾病。糖尿病引起的肾病和高血压相似，长期糖尿病会使连接肾小球内的弯曲小血管毛细血管细膜增厚，同时也会使血管基底膜增厚，从而使血管管腔变狭窄，造成肾小球玻璃样变。同时，肾小管管腔上皮细胞变性，逐渐失去重吸收的能力，长此以往可发展成尿毒症。所以可见平时强调控制血压和血糖的重要性了。三、原发性肾小球疾病。在很多终末期的病人中，主要来源便是原发性肾小球疾病，主要和免疫反应有关。外界因素如感染链球菌引起体内免疫反应，产生的抗体与抗原结合复合物随血液流到肾小球，沉积到血管壁上，引起肾小球炎症反应，损伤肾小管，或者机体产生的抗体直接作用于肾小球血管或细膜结构，引起免疫反应，直接损伤肾小管，若等不到干预，便会逐渐引起弥漫性的肾小管坏死，最终发展为尿毒症。四、肾小管疾病。肾小管的坏死也可以发展为尿毒症。能够引起肾小管坏死的因素有很多，主要分为尿路感染、药物和毒物。尿路感染主要是女性居多，由于生理结构的原因，女性较容易发生尿路感染，尿路感染后细菌上行，引起肾脏的感染，炎症反应过程中造成肾小管弥漫性坏死，从而引起肾衰竭，发展为尿毒症。随着医疗条件的改善，很少进展到尿毒症，早期就已经干预了。目前能够引起尿毒症主要是药物、毒物造成，因为很多药物都要经过肾脏排出，如抗生素、止痛药、中草药中的马兜铃酸，在经过肾脏时会引起肾脏损伤，引起急性肾衰竭。一些毒物如重金属汞等会导致肾衰竭，若得不到有效的干预，会最终进展为尿毒症。以上这些原因或者疾病与尿毒症的发生有着密切的联系。若能得到有效的干预，很多情况下可以避免尿毒症的发生。所以需要我们尽早察觉到异常，那就需要我们能够早期重视一些表现或者症状。三、尿毒症前的3种表现。虽然尿毒症发生比较隐秘，但还是会有一些前期症状表现出来，只是不典型，容易被我们忽视，进而错过最佳时机。第一，尿液改变。肾脏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排尿，倘若肾脏出现问题，其排毒功能也会受到影响。前面我们提到的原发性肾小球疾病就会发生尿液改变，由于肾小球滤过功能受影响，尿液量会逐渐减少，甚至无尿。我们比较容易忽略，因为在平时生活中很多情况也会尿量减少，比如我们饮水不足，或者在运动之后都会尿量减少，这时候我们就要评估一下，在正常饮水下，尿量逐渐减少，我们就需要特别注意一下。再看看身体是否有其他异常，持续性的明显尿量减少，要及时去医院检查，以防万一。第二，水肿。水肿是另一个反映肾脏功能的症状，一般出现在尿量减少后。这个很好理解，因为尿量减少后，
我们摄入身体的水无法排出，造成血管压力过大，从血管跑到血管外，引起组织水肿。一开始我们可以看到脸部开始水肿，随后脚踝也会出现，最后出现腹水，这是比较明显，不易被我们忽视的症状。水肿还会发生在其他疾病中，比如肝硬化引起的水肿、心衰引起的水肿。不过有些正常情况下也会水肿，如有的人晨起时脸会浮肿，但活动后便会恢复正常。那些不能够恢复的水肿就需要特别注意，尽早去医院做个检查。第三，重，血压突然升高。血管是一个具有弹性结构，当血液中水分蓄积过多，必然导致血压明显高于平时。这时候血压表现为突然升高，可能表现出头晕、呕吐、恶心等症状。这需要关注是否自身原先有高血压疾病，若是原先有高血压，可能易被忽略，考虑不到对肾脏的影响。若无高血压疾病，就要留意是否肾脏出现问题了。